这个女人被外界称作是台湾最奇葩的女富豪，虽然长得不好，但玩得花，继承富豪前夫70亿遗产，转身嫁给帅气小男友，婚内出轨被捉奸在床，还花2000万买婚牛郎。她还曾扬言拿出40亿要包养黎明，成为当时台湾娱乐圈有名的话题女王。各大综艺争相邀请她做嘉宾，因为有她露脸的节目收视率必定暴增。由于她的猛料太多，康熙来了甚至将原定的1期专访延长为3期。小 S 再红也没有红过她，人们给她贴上被强暴后嫁进豪门、身家过亿、抛弃亲生女儿、5婚5离的话题标签。但读完她具有争议性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她波澜起伏的一生。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的女主角是台湾女海王许纯美。2005年的一个夏夜，台北忠孝东路的5星酒店里，闪光灯几乎要把天花板打穿。身着粉红套装，脖子上挂着钻石项链的中年女人，笑容灿烂地对记者宣布：我愿意拿出40亿台币包养黎明，只要他肯和我在一起，这辈子不用工作也行。台下记者一片哗然，有人憋笑，有人目瞪口呆。这不是玩笑，他的语气无比认真。当红天王黎明成了他追求的对象，结果黎明只淡淡回应：我完全不认识这位女士。从那一刻起，全台湾都知道了她的名字。一个用40亿买爱情的女人，但谁也没想到，风光了大半辈子的她，最后竟会穿着僧袍站在镜头前，说出那句让所有人都镇住的话：我许纯美再找男人，不得好死。一个把上流社会挂在嘴边的女人，一个敢说要花几十亿包养男明星的富婆，为何走到最后却跑去出家？她的人生看似荒唐热闹，可每一步往回看，总结起来用4个字形容：浮华梦醒。1957年12月13日，一女娃在台湾一贫困家庭降生，父亲给她起名许纯美。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穷苦家庭的女儿将来会在台湾娱乐圈和富豪圈掀起一阵阵的血雨腥风。可能是名字中带有一个美字，许纯美从小就很自恋，而且是那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自恋，总以为自己长得很美。后来她还说，我的长相能和王祖贤媲美，声线和邓丽君不相上下。不过天生的自恋却改变不了穷的事实，因为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看着别人都有面包吃，自己连饭都吃不起，去找朋友借钱还被骂，小穷鬼滚一边去，没钱还来借。当时骂他的那个小孩没想到，几年后许纯美开着豪车回家，自己却还在厕所当着清洁工。后来家里陆续生了4个弟弟妹妹，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加穷困潦倒。许纯美作为家里的老大，还得让着弟弟妹妹。童年的她过着这顿没吃饱，就开始担心下一顿的生活。她爸爸每天都会跑到公园给别人拍照，拍得不好就会被客人辱骂。跟在爸爸身后的许纯美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在她12岁那年，一个外国人扬言要打她爸爸，逼得她爸爸跪地求饶。在一旁哭泣的许纯美那时候就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长大一点后，许纯美想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就跑去一些餐馆当童工。有一次操作失误，差点把手指切断。辞职后的许纯美来到一家西餐厅打工，一些工作人员看她不顺眼，就故意吃掉1根冰淇淋，然后诬陷给许纯美。许纯美解释了半天，老板不听，然后被合伙辞退。经历了无尽风霜，终于迎来了彩虹。只不过这样的彩虹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年，19岁的许纯美来到县城里打工，因为那时候的她长得还很水灵，刚好被一路过的富商看中。富商徐文清没忍住，在19岁的许纯美不情愿的情况下，强迫与其朗诵《咏鹅》。就这样，许纯美失去了一些东西，却得到了更多。当时徐文清放话说，将来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还跑到许纯美家问她父母的意见。能和这样的富豪结婚，父母当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于是许纯美成功嫁入豪门，当起了豪门阔太。可是她并没有高兴多久，结婚之后，富商开始厌烦许纯美，经常打骂她。在一次争吵中，两人大打出手，当时的许纯美已经怀有身孕，因为这次争吵导致许纯美流产。经历了5年的婚姻生活，许纯美终于忍受不住这样的生活，主动提出离婚。估计分手的时候，许纯美也拿到了不少家产。离婚那年，许纯美没有停下脚步，可能是习惯了豪门生活，她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豪门之路。25岁那年，许纯美就遇到了另一个富豪郑其松，而这个人是她的真爱，也是她今后纸醉金迷的起点。和徐文清不同，郑其松是真的喜欢许纯美，很快就和她结了婚。
婚后两人生下3个孩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中，许纯美常常说我先生郑其松有多么好，对他各种称赞。据许纯美说，我先生郑其松在日本给我买了5栋大楼，在台湾也有30多家门店，每天不用工作，1个月都有300万的收入。还没等许纯美好好享受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夫就传来噩耗，郑其松被诊断出癌症没多久就去世了。因为平时郑其松对许纯美是百依百顺，要啥买啥，如今他的离去让许纯美有点接受不了，只想跟着他去算了。郑其松去世后留下了70多亿的财产，全部归入许纯美的手中，加上之前给他买的那些资产，丑小鸭终于摇身一变成了100亿富婆。但是许纯美那时候也是用情至深，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一心想要自杀，还差点患上抑郁症。郑其松去世之后，他有过2次自杀的经历，都被救了出来。戏剧的是，因为第2个救他的人不光救了他，还给他灌输了一堆的毒鸡汤。之后许纯美就爱上了这个救命恩人黄海明。黄海明也算是个家庭条件很好的富二代，但是和100亿富婆比起来，黄海明那点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不久之后就结了婚，据说许纯美每个月还会给黄海明10万的零花钱。10万在那时候对于普通人来说1年都挣不到，他们直接当做零花钱就用了。不得不说，许纯美的生活逐渐走向了纸醉金迷。或许那时候的黄海明对她来说只是为了忘掉前夫的替代品，她深爱的前夫只有1个，但是替代品可以有很多。于是为了追求新鲜感的许纯美开始了婚内出轨。那时候一个叫林宗一的台湾商人，也是个帅小伙，入了许纯美的法眼。不久后两人走到一起，他们在永娥的时候被当时的丈夫黄海明抓了个现行，这种事情怎么能忍？公然出轨是个男人都受不了这气。于是他们从开始的小吵小闹到最后的对簿公堂。可能那时候的许纯美根本没有想过这段婚姻会走到最后，果断和他离了婚。离婚之后，许纯美并没有和林宗义走到一起，因为他的口味突然变了。离婚之后，记者问他，听说你在征集男友，只要长得帅就可以是吗？许纯美回答说，是的，只要帅的，只要长得帅，水电工也可以，但是要善良哦，确实帅，只不过差点让许纯美毁了容。和黄海明离婚之后，许纯美和一个模特邱品瑞走到了一起。邱品瑞不光长得帅，身材也很好，不过他有一个缺点，就是爱赌。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许纯美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邱品瑞不管输了多少钱，他都会帮他还清。在这样的纵容下，邱品瑞输钱的数目越来越大，到后面欠下了高额的债务。许纯美虽然还得起，但这样下去早晚都是个无底洞。忍无可忍的许纯美决定不帮他还债了。听到这个消息，邱品瑞很生气，拿着家伙就回到许纯美住的地方。许纯美脸上被打得多处伤痕，差点毁了容。许纯美果断提出分手，并向助理蒋清泉诉起了苦。待在许纯美身边多年，终于迎来了转折的机会，只不过他们的感情更加戏剧。一开始许纯美对他百依百顺，好吃好喝的供着，给他买豪车豪宅。不久后两人结了婚，18天后他们就离婚了。这是许纯美的第4次婚姻，她会在这里停下吗？并没有。离婚后，她又回到了曾经被前夫黄海明抓到的林宗一身边。2007年1月，许纯美迎来了她的第5次婚姻，和林宗一结了婚。林宗一其实也是个富商，只不过和许纯美结婚之前，他欠下了2亿多的债务，而且许纯美比林宗一大了整整23岁，都能叫她阿姨了。所以在那时候选择和许纯美结婚，目的一定不单纯。果然结婚之后，许纯美帮林宗一还清了债务，债务都还清了，人也可以走了。于是两人才结婚1年多就离了婚。这种用金钱买来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离婚之后的许纯美精神开始出现问题。回顾她的一生，结了5次婚，离了5次婚，其中真心爱她的那个人还去世了。这种经历搁在谁身上都受不了。其实仔细想想，许纯美真心爱的人也只有那个去世的丈夫郑其松。所以她和林宗义离婚之后，又开始怀念前夫郑其松。在一次家中看电视的时候，突然看到黎明，说他和前夫郑其松长得很像。不久之后就公开向黎明展开追求，还放下豪言说自己要高价包养他。那段时间黎明很是困扰，果断拒绝了许纯美的追求。遭到拒绝之后，许纯美又将目标转移到周润发身上。发哥对这种事情当时也是不为所动，甚至觉得有点扯。许纯美这些举动在外人看来就像精神出了问题一样，一时间许纯美成了网上的热议对象，可能很多人是抱着取笑甚至嘲讽的态度看待。
其实许纯美除了感情上比较浪以外，在娱乐圈中也是个知名人物。看过台湾综艺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当年许纯美凭借一句“我是上流社会的许纯美”受到关注，所以在许纯美的词典中一直都有上流社会这几个字，因此她还有一个别名上流美。只不过她在2017年左右就退出了娱乐圈，很少露面。在2020年5月份左右，有消息爆出许纯美开始钻研佛法，一心向佛。她还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那些穷人，而且不用自己的名字，可谓是真心的无名英雄。当时还有记者问过她，有媒体说你当年要包养黎明是不是真的？许纯美说，我是堂堂正正的生意人，怎么可能给他那么多？如今的许纯美已经68岁了，总共生了4个女儿2个儿子。现在的她已经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一边钻研佛法，一边做着公益。当初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功逆袭成100亿富婆，说她幸运吧，却遭受了无尽情感的折磨；说她不幸吧，却又享受过人们梦寐以求的富豪生活。10几年过去，许纯美的相关报道下不再是嘲笑。有网友留言总结被嫌弃的许纯美的一生：身价数十亿的她接受综艺的邀请，不是因为名利，而是她渴望得到爱与呵护。从小被忽视、被瞧不起的她，贪恋这种被朋友需要、被人们关注的感觉。媒体夹带恶意、夸大事实的报道，让她没有颜面参加朋友聚会。她曾打电话质问对方为何丑化自己，对方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了卖杂志，经受过谋生之苦的她，于是理解的不去追究。回看许纯美上康熙来了，她始终礼貌认真地回答每一个不够友善的问题。人们揪着她普通话不标准不放，反复模仿她将马靴读成马歇，她也只是轻轻笑笑。曾经大家疯狂嘲笑许纯美自称神似王祖贤，可她的确得到过如此评价。在19岁那年，许纯美还只是一名单纯的小店员，她羞涩温顺，有太多对未来的幻想和对爱情的憧憬。那时她的眼里有光。渡边淳一曾说，对于爱情，男人不专注女人，不反省。从未尝试梳理人生的许纯美重复用钱买爱的模式，一次比一次更用力地握紧爱情。看似努力向幸福，不过是从一个泥沼跌入另一个，落得伤痕累累，距离幸福越来越远。女性拥有清算人生的勇气，才能提升自己获得幸福的能力。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里，我们都需要有审视自我、梳理反思的过程，否则便如同发现雨水将被子打湿，就立即更换一床新棉被，却不去修补漏雨的屋顶。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